早安中国节目哈，那么这一次呢是由方伟还有唐靖远先生还有秦鹏我们三个人来一起做主持这一集的节目哈。靖远好，秦鹏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重复一下这个靖远的频道叫做靖远开讲，我这次终于记得了。秦鹏的这个频道叫鹏观天下是吧？方伟叫方伟时间啊。那另外呢，我知道很多人主要是在早安中国这个频道上观看这个节目嘛。总而言之吧，是多个频道同时播送哈。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讲中国和中国相关的，主要是美国的相关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先直入正题啊，先说第一个事儿好了。这个川普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媒体用的词都很炫呢，有的叫做被3次伏击耶。川普说我不是1次被暗算，也不是2次，是3次，对不对？首先就是那个叫做自动楼梯停摆。对。那现在联合国这么说，联合国说是你川普的一个摄影师在楼梯上面倒着往回退，他就不小心碰到了哪个开关。他说的是可能是，可能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川普的提词器灭了。联合国说。那提词器是你美国人自己操作的，跟我们没关系。我待会问你们俩的可信度怎么样哈。第三个是，美拉尼亚说我没听见，你说的话我都没听见。联合国说什么呢？联合国说我们的大厅演讲的话要戴耳机才能听得见，如果不戴耳机当然就听不见。所以你可以想象吗？那么一个大厅，一个人在上面讲话没有扬声器，要戴上耳机才能听见那个人讲话，不戴扬声器就是一点声音就没有。这就是联合国给的3个解释啊，他都能自圆其说来，你们来说说看，这三个解释怎么看待？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的是人为故意的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简单啊，就是你从概率论，我经常在我自己节目中，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就说有些这种事情呢，发生1次，你可以把它叫做巧合，叫做偶然；连续发生3次，而且3次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你看这个川普那个自动扶梯，他没有踩上去之前那个自动扶梯，其他人都是正常的。他们俩刚刚才踩上去，然后这个一下就停了。然后那个提词器也是在川普前一个人用和后一个人用都是正常的，就川普去用的时候突然出了问题。那个话筒也是啊。其他人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只有川普上去的时候，那话筒就声音非常小，甚至有的时候还出现忽大忽小，出现这种状况。就为什么你3种状况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你说这个概率有多低吗？在我看来，这个就不是一个，肯定就不是巧合，巧合多了就不是巧合，就是必然。所以这一定是他们故意在给他就是下套，是吧？在概率学上，我们叫这个小概率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小概率事件，它叫极小概率事件。因为你看它这个概率应该怎么算呢？你这个一个人概率来讲，100多个元首，对吧？或者这个领导人，那么这是就算1%，1%乘1%，又发生在他身上，再乘1%，这是什么概念？100万分之一，对吧？小概率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毫无疑问来讲，这样的这个解释是不能对原其说的。因为你作为这种我们说电扶梯的这种应急开关，或者是那种紧急制动，不是随便的谁能碰到的。你否则的话，咱们天天这个去地铁呀，或者是个商场，那好了坏了，我天哪！我们经常会有人这个小孩或者谁捣乱，最后把这个电梯扶梯全部搞得一塌糊涂，怎么可能呢？对吧？联合国说他们的那个扶梯的齿轮涉及到就是怕衣服卷进去，所以基本上一碰它就停。他们家是特制的，那千万不要让川普听到哈，川普听到的话他又有话说，再次要羞辱一下这个联合国大楼的一个修建。没错。所以你同意靖远完全是瞎扯是吗？完全他瞎扯。再一个，你想这个为什么戴耳机呢？往往是因为这个我们讲说你的语言不一样的时候，同声翻译的时候，他只是需要同声翻译的那种人，他才需要戴耳机。按照正常情况下，你比如川普他讲的就是英文，他太难道听不懂他讲英文啊？他还需要戴那个耳机吗？这个就是对绝大多数人在这个就是联大里面，绝大多数领导人他们都是能听懂英文的。对，他们只有少数的一些国家，他的确不太懂这个英文的，那他需要戴上个同声翻译这个耳机。所以他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他是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强行找出来一些理由，为了理由而理由，而且呢，这种理由，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叫做一切责任尽在美方。是不是谁教他们的啊？没错，而且他这个里边他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相当于之前你把你这个得心得胆给暴露出来了。为什么？那个就是 Caroline Levitt 对吧？莱维特在之前他说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联合国的那帮人说了，
这个你是会在泰晤士报的一个报道，对呀，这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天的报道，对，会提前去伏击这个川普，那你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对吧？哎，为什么这么巧合？你再加上这个巧合，对吧？对，这是4个巧合了。我们这样吧，我今天不是主要话题啊，但是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民调，你们觉得嘞？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好不好？你觉得他？绝对不是巧合，还是有一定可能，还是有些可能是巧合的。如果认为绝对不是巧合的话，打个1，好吧 ？Otherwise 打个2。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怎么看。哎，前面2个，我觉得他怎么去说，也就算了。第3个，我觉得实在是不仅是太巧合，是没有办法这个符合常识，因为联合国大厅那么的大啊，这个人在上面说话，我不戴耳机的就没有音响，那就说明远远看到这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而且他说梅拉尼亚哈。坐在第1排，听不见他在说什么，这个大厅就变成是鸦雀无声，变成，这有可能吗？我觉得实在是不是忽悠谁哈。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看出来，这个川普跟联合国的互相之间可以说是完全不配合的关系，或者说联合国不配合他，对不对？第一先犯事儿，第二然后就不配合，就是在那狡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题主要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联合国跟美国到底怎么了？我先丢出来，我刚刚从这个中国出来的人，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对联合国，哎，那就像世界政府一样，有冤屈都要去联合国去告，对吧？很多的中国的访民啊，要告就去联合国告。当然告了，我想10-20年也不知道告出任何一点点东西来没有。但是我后来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有感觉，我说联合国，我当时很吃惊，你知道吧？在大概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说联合国那是什么东西？我说哈，联合国哎，他说我们从来不看重它。那现在到了今天，那不光是不看重了哈，整个就是说的很难听啊，就是联合国叫 cesspool 是什么？就是那个粪池啊，就是那个概念。我们来探讨一下联合国怎么会从当初美国领头建的，出钱出力出楼房。什么都出纲领出宪章，弄到现在说联合国是一个 cesspool。对我还去看过联合国的，我进那个大楼看过。哦，你去过，在就是纽约那个什么67街对，那个是这个洛克菲勒的，原来他私人的一块土地，后来捐出来之后的话，变成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总部。对，当年就800多万。对，1946年800多万。没错。然后呢，这个设施呢，或者这个机构的话，它其实是美国就是为了我们说战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和平和这种发展。就是做了3大这个基础设施，一个就是联合国这么个机制，再一个呢就是世界银行，还有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这相当于是整个这个战后的整个秩序是这么来的。但是呢，那2个还马马虎虎，虽然也有一些问题，对吧？你看，中共搞一个什么国际大会呀，搞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看看经常拽着3个人，就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的。联合国秘书长，这个 IMF 的这个就是头头，然后呢，这个世界银行的头头，所以相当于这帮人经常去替中共再去站台，所以你就想想这个是个什么，已经变成了个什么样的货色了，对吧？特别你看我们讲说这个3年大瘟疫期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所以到今天我们说这个联合国其实已经堕落成一个什么东西了？堕落成其实是中共的，某种意义上是中共的一个附庸。而且它中共在这里边渗透的这种影响的程度，其实是远远的超出外界的想象的。对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专门关于这个问题，我做了一集节目，就联合国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今天在讨论的时候，不是跟秦朋友说嘛，我觉得通过联合国的失效，因为当时美国真的带有很大的理想，对不对？那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对，实在搞不过来了，坐在一起讨论，就不要打仗了呗。那么因为这个而设立的联合国，那这里头呢，联合国最后变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我认为哈，非常非常简单，联合国就是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所谓的1国1票制。非洲有个国家叫塞舌尔，10万人口，亚洲有个马尔代夫30万人口，好嘛，他们的那个投票的力量跟这个美国这个经济体量大它几千倍的美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纯粹的民主啊，这就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叫做宪政体制建立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先父一直到后来到1900年以前，美国人不认为我们是民主，我们不是个民主国家。今天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可是那个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宪政共和，那么民主只存在，就是民主就是投票嘛，对不对？多数人决嘛，民主只存在最低层次的选举，那么一定到了这个治理国家的叫做日常事务，到了高层，全都是叫做民意代表、专业人士去治，这是一点。第二点，有一些共同的规则得把它定下来。
我后来看到那个联合国那个人权理事会多么奇葩呀！他是多少来着？他说我们搞个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47个成员国怎么来呢？我们来分配一下啊，什么非洲13个名额，13张票，对，这个亚太13个票，然后南美6张票，什么之类的哈，然后提出这个人权概念的西欧跟美国加在一起7张票，然后呢，这47个怎么来？另外193个国家选。就是谁朋友多就谁选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理事国，跟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全看你朋友多，你狐朋狗党接得多，你就绝对上。所以在里头，你知道，因为他不能够一直当，他当个最多就是3年一次嘛，然后可以延3年，你愿意当的话延6年，然后你要歇个1-2年，然后你又可以来过这个3+3来6年，整个联合国内。担任人权理事国最长的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的狐朋狗党很多嘛，对，拿钱去收买，结果他远远比美国大很多，最后就稀里哗啦。后来我去看了，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那个联合国的那个2758号决议，把台湾赶出去的那个决议，因为当初美国人说好嘛，这个一般的联合国做决定呢，就是半数决，对不对？一半以上，可是重大问题2/3决。那不就有门槛吗？那当时要把中华民国踢出去的时候，美国加上这个西欧国家全部加在一起，就基本上超过1/3了。虽然不是达不到半数，可以挡住你，让你做不成。结果呢，它就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你知道那个 filibuster 一样，那个阻击发言。虽然2/3可以，这才能通过重大决议，可是什么是重大决议？一半就可以定。中共就硬是拉了一群人，就来了一个专门投票，57对53吧。把台湾这个踢出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换进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一般性决议，然后半数决就过了。其实那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当时美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实际上是放纵了这件事儿。因为美国当时是它本身也有一个私心在里头。美国这方面一方面它战略上有一个失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中共他自己，毛泽东当年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嘛，他说是亚非拉的这个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嘛，对，他的确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个是毛泽东他当初在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留下这么一种思路，叫做农村包围城市嘛，所以他就是我们就把这些穷朋友这些全都搜罗起来，他们虽然没有质量，但是有数量，对，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看，就是习近平，他现在不是搞这个大撒币，他其实也是这个思路。习近平现在满脑子什么这个要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要和美国搞什么东升西降，他这个东升西降的基本的战略也是这个套路。我把这些穷朋友全都我花钱把他们买过来，在联合国去投票，所以呢就可以我在票数上我就可以基本上占上风，我就基本可以操控联合国。所以你要注意到，你看习近平他不是一再提出来吗？他提出来的时候，在现在这个多极化世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多极化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是什么呢？2句话。2个核心，第一个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样为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以及以这些国际组织，就是联合国下属不是很多国际组织嘛？刚才大家提到什么这个世卫组织啊，什么人权理事会啦，都是属于这些国际组织，全部都算在内的，以这些作为主体的来建立起来一个新的这个国际秩序。所以你就会发现，只要是中共一提出来，他开始主张这个好，我们要以这个为这个核心的时候，一定就已经坏事了，说明他已经是对这个他有把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想而知，联合国其实我觉得美国心里是非常清楚，就是联合国已经完全在我看来脱离了当初美国就是2战以后才设立的联合国嘛。那个时候美国是起主导作用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美国当初的初衷和他所想要设计的那个轨道。现在的联合国和当初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叫什么国际联盟，几乎是差不多了，就是完全就是废纸一张，不起啥任何作用。所以呢，我个人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个人看法，就是当初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候国际那个什么叫做国联已经不起作用了，紧接着就是世界矛盾就没办法调和，就是一次大战。现在联合国基本上也是不起作用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基本上面临着整个世界要爆发一场大战的这个边缘吧，这么说。我在这再顺便再做个民调好不好？就是说，其实因为就是不同国家人对联合国的观感哈，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观众，因为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联合国的分量，咱们就说0到10分，你给几分？啊，大家就留个数字好不好？我们这样我们起码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嘛。因为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保守派，那就 cesspool 哈，就是一个粪坑。所以呢，这是不同国家的观感。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2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联合国的机制设计
它实在是太轻敌了。因为美国在设计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看它编制那个宪法，它真是搞了4个多月的时间，仔仔细细的。因为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不是个民主国家呢？因为在投票之外，它要用这个宪法，它的宪法来保证若干权利绝对不能碰的，比如生命权。啊，这个叫做什么？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怎么都不能够剥夺的，对不对？你管你这个票数有多少？但是联合国，我觉得就太粗糙，上来就是一个不叫数人头啊，它叫做数什么？数国头。我怎么去说这个话？就数人头就对了。那真的是谁？中共要的就是小国穷国，容易收买的国家。所以对他来说，就是票在国际上就变成说话起作用的地方。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下面存在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2个的。川普到底想拿联合国怎么办？因为很多他的 MAGA 的 fellow 就是说那是什么玩意儿，撤了我们就撤了，重启炉灶。你们觉得川普想重启炉灶吗？我觉得川普他可能有这种想法，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对联合国他是没有你刚才在说他想要拿联合国怎么样，他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因为联合国现在已经去形成这种机制，他要投票是投不过中共的。在联合国去投票的话，所以呢，你看他现在在那发个言，怼遍了这个全世界，可以说大多数国家对川普其实都是不太感兴趣的，是吧？不太感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联合国里面其实做不了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是对川普来说最适合的，他就是退出来，带头退出来。然后呢，就像他绕开了这个 WTO 去发起一场这个关税战，相当于把 WTO 已经就是废掉是一样的。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沿用相同的思路。即便他不退出来，他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来组织一个新的这种国家联盟的这种集团，或者是这种国际组织这样的一种形式。你只要美国领头把这些东西一搭建起来，那边自然而然就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也就实质上把它给废掉。它不一定说是你形式上你没把废掉它。我刚才就说那个 WTO 一样，他现在不可能说宣布把 WTO 解散了，然后我们不让中国把中国这个排开在外，不让他参加进来，他没办法，他连WTO 他都没有办法把中共把它给踢出去。所以他现在没有提出的机制，对他只有说用发起贸易战这种方式，我绕开你，然后我就单边的发起上贸易战，我用这种方式实质性的把你给废掉。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唯一的可行的一种方式。秦梦怎么看？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是没办法废掉它，也没办法完全脱离它。对。因为联合国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那么就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对话的一个或者发言的一个窗口，一个俱乐部是吧？对你俱乐部嘛，你否则的话，你川普在这儿去骂就是怼遍世界，他也没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短期内不会想着说要把这个重新废掉或者另起炉灶，这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的话逐步的去在某些重大事件上绕过它，然后呢去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比如说他怼这个联合国说，你看我这个弄了7个国家的7次的这样的一种和平协议，对吧？就结果呢，你这个联合国在旁边待着，什么忙也不帮，然后呢，你就是连个电话都没有，连个电话都没有，祝贺电话都没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完全拿这个东西来去羞臊联合国，这其实本身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反正他做成了，然后就来去这个就我们的炫耀一下，再去批评，这个本身就很不错，我觉得。就是另外呢，它这里边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呀，国与国就是说包括这种我们叫维和机制啊，你不管有用没用，它呢其实在某些这个事情上的话，总还是有一些事儿是能够去做的。你完全去另起炉灶，这个其实是个很漫长和这个耗精力、耗人力、耗物力各方面，这个事情是一下子做不到的。我觉得川普他现在的想法，他应该是把联合国晾在一边晾在一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就是刚才回到刚才那个主题，为什么联合国对川普这么大的意见，还给他下套吧，做这种小动作？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当然跟这个经济有关系。不给钱，因为都知道说这个美国是承担了联合国的它的预算的22%，是最大的头一号，是吧？他承担的比例是最高的。但是呢，川普上来以后，就这次川普上任以后呢，一直都在削减，据说是要削减一半。就是整体的预算要削减一半。与此同时呢，川普还切断了对几个重要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完全撤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人权理事会，因为人权理事会完全变成一帮流氓国家在那儿把持了啊，完全就没有任何意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跟巴勒斯坦那个哈马斯那叫做什么
联合国什么巴勒斯坦近东什么救济什么工程处那个组织，那个其实已经变成了哈马斯的金主和这个哈马斯的同伙帮凶了，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川普说把他的所有的1分钱都不给，全部都切断。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秦梦刚才提到的这个维和。川普觉得这个维和没有任何意义，我一个人几个电话我就摆平了7场战争，你花了大笔的经费，你派什么维和部队有什么用啊？就完全就是浪费，而且还被搞这个腐败。你看，他还专门举一个例子嘛，说你联合国腐败成什么样子？我当初来投标5亿美元，我就可以给搞成多少？是这个大理石的地面啊，什么这个红布的什么这个墙面什么等等。你们后来花了20到40亿美元，结果我后来查了追踪数据哈，23亿，23亿，还没有夸张到很过分。结果还是问题，他现在这个联合国的好多的这个建设到现在还没完工。哎，我要问你们这个问题啊，美国欠联合国15亿美元。听上去很多，其实并不多。那中共在那么什么上合组织一发就发20亿出去，为什么中共就不把钱全部砸进去，就当金主，当国际老大就完了？关键是中共会觉得说，我现在不花钱我都是老大，实际上就是我是老大，都一投票就都是我的多，支持我的多，我只要一招呼是吧？那些亚非拉的，我觉得你说的我非常认同啊，就中共并不想联合国好。他只要我控制住了，我何必要多花钱呢？而且、那美国呢想让联合国好，你又不好，我就不给你钱，就弄得他们嗷嗷待哺。中共其实可以借这个美国不掏钱，然后的话相当于当做一张牌在打，就是说你联合国现在不是没钱吗？没钱的话，你被这个美国在那卡着脖子吗？对吧？所以呢，中共的这个时候的话，他一方面。他就倒过来说，你看看那美国怎么，他作为一个攻击的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呢，他其实经常会绕过这个我们说正式预算，他会再另起炉灶再去搞一些额外的一些类似捐赠啊，类似一些什么钱。你比如他这里面，他2016年的时候，中共搞了一个叫做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承诺是10年捐2个亿美金。这个是单独弄了一堆事儿的话，这样的就相当于是和联合国一起去。做了一些事情，这样的就在联合国秘书处啊，或者其他很多地方啊，他就有了很多更大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的话呢，你看这个，我们说前段时间那个哈佛那个女孩，中国女孩叫什么蒋雨蓉的，对吧？在那儿去讲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知道讨厌或者可怕在什么地方吗？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这个讲话里边，有时候也提到类似这个概念。为什么？这是中共在里边去渗透和影响一个来源，对。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啊，就是美国，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美国是联合国给钱给的最多的，承担最多的，但是呢，其实现在不是最多了，那个是我们要说正式的这种叫预算里边最多，对，加上那个中共说通过其他方式给联合国的钱。以及给联合国的那些国家的钱，中共掏的钱要多得多。现在不是最多，现在他连钱都不给了。现在美国不给了，美国是不给了吗？对。所以美国为什么不给了呢？是因为现在联合国相当于就是我们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叫做，他是吃美国的饭砸美国的锅呀。他是已经变成这样，联合国几乎会变成一个反美倾向已经很强烈的，是已经变成这么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了。那美国你为什么我还要给你钱，还要养着你？所以我就说美国。其实有点当冤大头，美国给的钱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却处处这些议程都被中共所劫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 WHO 是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谭德赛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里面，我记得印象，比如说美国也是给钱是给的最多的，但是谭德赛却被称为谭书记。他是听中共的，是吧？中共怎么说，他去配合中共，所有这些议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我看来，中共他其实给了很多钱，就像刚才秦萌有提到，我觉得他那些钱啊，恐怕他不是给到这项目里的，很多钱是流到了他定点打击某些人的那些关键卡位的那些，流到那些人的包里去。所以那些人他都不是帮着中共说话，对，政策什么的都是往中共那边去倾斜，就导致美国这边掏了很多的钱养着一个机构，但是这个机构最后运转起来全是就是美国掏钱养公家，中共掏钱养私人，嘛，这样吧，养领导，中共掏钱养领导，没错，这是中共特色的这种掏钱嘛，对，这是中共一贯的。包括这个援助，我们讲说“一带一路”啊，或者其他援助那些什么非洲国家呀，好多也是这样子，对吧？就是你看起来说这个公开说的，我们说援助了某个非洲国家1个亿，对，人家说不对呀，你好像才给了我1000万呢，真正落在工程上的可能也就这么1-2千万，没错，那剩
下那个钱哪儿去了呢？一方面他他是中共的很多这个经手的人拿走了，另一方面呢，其实好多是落在了这个所在国那些官员头上。对，这一直是他的模式，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好吧，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这个哈，那个操纵那个电梯的，跟那个搞那个 teleprompter， 跟那个控制音响的，他是怪美国不给钱呢，他使劲使错方向了啊。这是系统性攻击。其实我觉得我就难你一句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表面上看呢有点像是类似于恶作剧啊，只不过是搞你的音响是吧，搞你的提词器，让你出点丑，大家觉得哈哈一笑，可能有时候就觉得过去了。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不是没这么简单，就是从操纵电梯的到操纵提词器的，再到操纵负责那个话筒的，这是3个不同的系统。3个不同的系统都同时针对着川普来给他下套，给他下绊子，给他挖坑，就意味着什么？在联合国里面，他们其实是一个系统行为。一定是有人背后串通，就是所有这些全部都大家坐在一起。我今天你这么搞，同一个时间你要这么搞，他要这么搞，他要这么搞，就变成是这样子。这背后其实你要往深想了下去，你会发现它其实水其实蛮深的，因为这个就意味着整个联合国，他们可以在这种小动作上，他们都开始协同作战来给你挖坑，而且这种坑啊，严格说严重一点。幸好是我觉得川普就是尤其是梅兰妮亚那天他没有摔下去，我觉得他们最初就是说要让这个电梯停下来，他们可能最初的初衷是真的是想要让他摔一跤的。因为幸好梅兰妮亚当时站上去的双手是吧，包括川普也是2只手，可能因为都上点年纪了，他们可能就不自觉的双手都扶着那个扶手，如果没有扶着扶手，他突然一下停那个急刹车，因为梅兰妮亚穿着高跟鞋，很有可能一下就会要扑下去，那可真是出了大丑，一定会上到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且他们保证可以连续炒他1个星期。这个对川普的这种个人的形象，对他的这种，因为川普还是比较爱惜自己的这个形象的，是吧？世界领袖是吧？我美国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其实还是比较在乎这个的。这个会对他是一种毁灭式的一种打击。其实你不要小看他，虽然只是给你感觉好像表面上是一种恶作剧，包括说这个提词器让你出点问题，觉得让你张口结舌，你不知道讲啥好了，你语无伦次了，你不就出丑了吗？还好川普是久经考验的这个老江湖。不像习近平对吧？碰到这个新问题，这个得拿着小本本说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看看有没有对吧？其实我那天开了个玩笑，我说全世界最不怕提词器出问题的就是2个人，一个川普，一个习近平。川普是可以随便就自由发挥了，习近平马上可以掏出这个小本本，我有本本照着念是吧？你有没有提词器没有关系。不过说到整个联合国的功用哈，我的看法哈，我认为川普确实他并不想去怎么样解决联合国，他也不想再起炉灶，因为对他来说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觉得川普在结尾的时候，他的演讲中讲的那个态度很清楚，他说你们每个国家都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有血有汗，这个有泪，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国家的成果，你们要有个神圣的责任去维护你们的国家。川普要回到叫做各个国家哈，每个国家的 identity。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伟大，那我川普也是为我更加伟大。这种由国家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怎么讲呢？地球上的一个社群啊，它的影响就自然就发挥出来，不需要这么一个现在看起来真是像个粪坑一样的这个联合国，被人家已经买断了，已经买臭了这么一个联合国起作用。对吧？所以他根本就我就跟说话而已。所以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就不让他说话听到嘛。对。那当然了，结果我觉得他们，我想没有算到的是，你让川普出个丑，人家川普不是好惹的，当场就说，这个弄提词器的人，这个人麻烦大了，当场发出威胁。所以呢，这个电梯的人也麻烦大了哈，这个提词器也麻烦大了，这个音响也麻烦大了。我想现在因为现在说是这个特勤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是对吧？所以最后调查什么结果，我们还得看看最后真的是不是可以像这个唐俊海兄一样，说真的把他们这些幕后的这些人全给揪出来，勾连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等待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啊，那个麦克沃尔兹嘛，原来是人家是国安对吧？国安顾问呢，对，今天去做联合国的大使哈，他说这是 US 所有这是我们的领土，我们有权查对，就看川普有多硬了，对不对？对，他把他们带去警局就去查，他是有可能的，因为联合国不像别的国家，你确实不能去中国大使馆去把谁拎出来，认人家的国土啊。你纽约这个67号大道和1大道这个交界这个楼，是你联合国的国土吗？是谁的国土啊？他真的特警局可以去了，把他拎到警局去问的，最后不行的就起诉你，因为你在我的国土上犯的罪，我可以把你关起来的。
We shall see， 这是很有意思哈。我们看下个星期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跟进的报道。Very interesting 哈。好，那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好吧？这个詹姆斯·科米，前联邦调查局长。那么今天到法院去报告，昨天被起诉嘛？昨天我注意到时间是昨天星期四送去大陪审团，卷宗送去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当天就说过，结果今天他去法院报道，那么基本上就起诉完成嘛，然后现在的问题是，结果有一个小插曲啊，他被起诉几分钟之后，这是弗吉尼亚东区的联邦检察官起诉的，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检察官里头有一个律师哈，有一个检察官。他是 James 科米的女婿，这女婿在几分钟之内就宣布辞职。其实辞职得有个辞职信，对不对？他说是我为了维护宪法跟法律的神圣而辞职，神圣的 duty 而辞职，那就有个说法了。你看他显然是辞职以抗议嘛。对。所以这里头引发一个问题哈，就是科米被起诉是不是政治报复？这个毫无疑问不是政治报复。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体制来讲，这不是说川普一声令下，就表面上看起来，你说川普的这个任命的他的前律师，对吧？然后这个作为检察官，然后再把他作为一个这种就是发起来这么一个这种检方的一个控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司法体制它是走过大陪审团的。你没有大陪审团的同意，他这个起诉是完不成的。那人家说这其实是很关键的东西。人家说1月6号起诉川普也是经过大陪审团才能 indict 的。不，你大陪审团那为什么那个是政治报复，这个不是呢？那这个就在于说大陪审团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公正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一次来讲，这个大陪审团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这种我们讲随机或者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这两个都是随机啊，那个不是，都是 DC 的。那个不是的。你比如说在纽约，在纽约他有面试，对吧？那个大陪审团不，我们讲说就是控诉川普的时候，那个在纽约那个案子，他那个面试的话，你本身是一个方法。我说的是1月6号在 DC 的那个1月6号起诉川普叫做什么国会叛乱的那个案子，那是 DC 的 jury 大陪审团。对 DC 的话，就是跟纽约是一模一样的，都属于那种极左的一个体制下，再加上这个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再加上很多猫腻，那你这种筛选出来的大陪审团完全是一个废物，对吧？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这帮人的身份。或者他的基于他的立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种选择一个审判，对吧？一个确定，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在这种大陪审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搞正常的这么一个我们说审判，这个本身就是代表了一种我们说一个正义，这是一个司法的标准。而且呢，就是我们讲说它是有理有据的，它不是说这个因为说川普一声令下我们要起诉他。这个案件的话，你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来的？不是川普时期，是2020年开始的，对吧？因为这马上还有这个几天了，说要过这个5年的有效追诉期了，对，所以才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起了这么一个起诉。可是呢，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是2020那个时候，在后来经过了拜登政府这个时候调查，然后在现在呢发起起诉，所以他不是因为这个川普搞起来的。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讲说他是谁呢？就泰德克鲁斯在参议院的时候是传唤这个科米。科米呢，当时就是在那上面去撒谎，干扰公正。他说这个事儿我没有授权 FBI 的内部的这个员工去所谓的接受这种匿名的这种信息源，这是他当时这个说的，对吧？但是呢，当时这个2020年那时候，泰德克鲁斯直接就质问他说你在撒谎。所以这个其实都有公开报道的。泰德克鲁斯大家都知道，这是真正的法律出身的这种参议员，对吧？所以这个指控不是说川普是一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个指控他，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明显的很多走过必有痕迹，他的很多法律的这种事实在摆在那儿。所以现在的这个相当于只是呢说，因为种种原因，恰恰是因为政治原因，这个事儿耽误了这种审判。所以现在的话呢，把它给拿出来了，早就应该被审判了，早就该被审判了，对，没错，就这个意思嘛，拖到最后还有4天。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基本上比较赞同就是秦梦兄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事儿，我们判断一件事儿，一个起诉，它究竟是正常的去兑现司法正义，还是说是一种政治报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衡量指标。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他究竟是不是一个事实，犯罪的事实，有没有犯罪事实，还有他是不是在里面存在着双标。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说第一个犯罪事实呢，就是 Comey 这个起诉，我们来起诉他2个罪名嘛，第一个罪名就是叫虚假陈述，对这个国会的虚假陈述，另外一个是叫妨碍国会的调查，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这2个罪名。那么这2个罪名是早就已经就 N 年前是吧？5年前那个时候，2020年前，刚才节目说的就已经被核实了，就是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证据什么全都是被拿到手的，只不过恰恰是因为政治原因才被挡住了，没有起诉他。是因为拜登上来了，保护了他，保护了 Comey， 这才是政治化。所以现在对他进行起诉，不但不是政治化，相反是在纠正政治化，对吧？政治干预司法的纠正这种状态，对，我同意，才对他发起起诉，是吧？就是你不能说因为有人罩着你了，现在这罩完你人不在了，我们当然要让恢复正义。你犯了罪就是该犯罪，就该起诉。而且这个过程中，你注意到今天还有个消息，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说什么呢？这个拜登所任命的法官，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就是主审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真的是2021年的时候拜登政府任命的。那么他说，这个拜登任命的法官呢，说这个能不能是保障说这个科米无罪呢？他说没事的。为什么？因为事实摆在那儿。对，就他说过话是摆在那儿的，就说这就是证据。证据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他说他不担心这件事情，他不，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是这个叫做腐败的拜登所任命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实际上是很聪明的，他把这个事儿就抛出来说，拜登任命的，你这个时候到时候说最后审判出来的结果，假如不利于你这个我们说左派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想法。那你怪不着我了，对吧？这是拜登任命的这个法官，对，他很聪明。而且我觉得这个法官他也不太可能说瞪着眼睛乱判，因为人证物证全都俱全啊。他有没有去就是泄露这个消息，给那个媒体是吧？其实好像就是《纽约时报》，我记得，是他的那个当时那个 FBI 副局长嘛，叫做麦考比是吧？是副局长自己都承认的。这个有人证有物证，所有证据全都具，所以就这个案子，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他是跑不了的。对，而且这个法官他这个背景也很有意思。法官在这个被任命法官之前，他是做了10几年的检察官，就类似做起诉的，专门说的这种刑事的这种的。这个人实际上是蛮讲这种程序正义的，只是呢，在某些这个价值观上来讲的话，大家可能认为说，他属于左派一些的，但左派一些的时候，那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任命的时候有3个这个共和党参议员，任命谁？就是任命这个法官的时候是投了这个赞成票的，包括这个叫做那个什么，就是林娘娘叫什么来着？那个林赛格雷厄姆，对，格雷厄姆的话，这个是他也做了这种赞成的。就是说，这个人实际上我们讲说，整体来讲，他是比较讲这种程序的一个正义的。就是一方面来讲，他对被提起来的2个案子，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拜登的这个时期，对吧？我们讲说有一些这个医生，因为说坚持，比如说必须打这个疫苗，对吧？否则的话就要被开除等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对一个说坚持不能强制打疫苗的一个医生给开除了，就 CIA 的那边的一个，所以这是我们看起来他在某些事儿上支持政府，但另一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当时我们看纽约市的这个市长，那个前市长朱利安尼，他呢是被起诉的时候有2个助手被起诉。结果呢，他们并没有把这2个助手就那么关着，然后不让他们走。最后呢，花了100万美元保释掉了。所以你看得出来，他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官其实还是有他的这种程序正义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这个科米来讲，相当于是个双刃剑，对吧？一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起来就是说我不会说完全是按照川普那个想法去做。对吧？另一方面来讲，我要承认这样的一个程序正义。那么，在作为大陪审团的情况下，这个法官是做什么用的呢？第一个就是要主持这种正当的这个程序，就是确保2边你都能够去遵守规则。你在讲小陪审团，不是大陪审团。现在是大陪审团。大陪审团是不见法官的。大陪审团只是立案嘛，就是决定起诉，但是真正的陪审团
这个法官才出现。这就是大陪审团这个模式。大陪审团是否起诉？对，检方去找大陪审团，看看能不能说服他，我这个案子成立。没有，最后他还是有个法官在那儿，整个我们说主持整个这个体系的审判嘛。啊，对，主持审判。所以那是只是他不是做这个宣判或者做这种的。说就是那个陪审团叫做 petite jury，简称叫 jury，那叫小陪审团，跟大陪审团是两个不同的陪审团。那你的概念中是说这个法官呢起了个什么作用呢？这法官就是个协调员呢。啊，对呀，他就是个协调员呢。他真正的给的就是相当于是主持这样一个程序正义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对吧？然后的话，对于比如说这个对证据做出这种说采纳非采纳，或者最后在陪审团的这个情况下做一个这种法律说明嘛，这是他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科米来讲，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他最后有对没对，不是取决于法官，他其实取决于说你这个检方本身能不能去说服这个陪审团，说这个是证据足够的有力，而且呢，这个科米属于叫明知就犯罪。那么作为这个科米本人来讲，他就要去辩解，说我这个只是个什么，比如说我忘了呀，或者我是一个误解呀，或者反非怎么等等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辩白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叫汤白无力的。所以整个来讲，我是同意这个唐建兄的这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最后的话，这个科米判有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涉及到一个，在我看来就涉及了一个这个刚才因为核心问题就是说究竟是不是算政治报复，对吧？我觉得这个涉及到一个双标的问题。科米他，你看他在听说要被起诉了，他出来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自己出来公开表了个态，这就是因为反对川普，我是因为反对川普，然后才遭到这种迫害，就是付出代价。你看他自己首先马上就来开始进行政治化。我记得我们不妨把它往回推，你记得当初在起诉川普，不光是起诉川普，当时起诉了包括川普很多的这些支持川普的人，对吧？一大堆。所有人那些主流媒体也好，包括这些左派的很多人士出来也好，都是这么说的啊，没有人在法律之上啊，这是体现司法公正。为什么现在你那时候起诉这么多一大堆人，现在川普才起诉了一个？你马上回过头，你就是另外在说辞，这是政治迫害，这个就不是叫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在法律之上嘛？就说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你衡量它是不是一个政治报复，有一条非常关键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双标。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科米他们这边的人，你用一种双标的一种语言体系来对待这件事，在我看来，恰恰不是川普在政治化，是你们自己在政治化，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川普当初我们就以川普为例子了。川普最被起诉那个说他把这么机密文件是吧去搜查海湖庄园2次被弹劾5次被起诉。那个文件后来不是被爆出来了吗？什么克林顿、什么希拉里、奥巴马，包括拜登自己都有带回家去。你为什么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你反过来去要拜登那时候是副总统对吧？对，还是参议员的时候，还是在任的。对。川普还是已经退了休的。川普是总统，他其实是有权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就是一个双标。还有一个就是川普那个纽约不是这边起诉他说那个叫什么所谓的性骚扰案。那个案子早就已经过了追诉期了，专门来修改这个法律之后，去故意给他套上，就是换句话说，为你量身定做、量身打造。你要这么干，我天，你所有这些人，包括什么克林顿、什么希拉里、什么这个奥巴马这些，我们也可以一样来干啊。我们把那个追诉期修改了，把你 N 多年前的那些可能某些不当的行为不用修改。我觉得你像类似我们说叛国罪啊，或者类似那种我们说干涉这种大选这些罪名，应该这个追诉期要长得多得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个像类似《纽约时报》啊，或者其他有些左派反弹这么厉害？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更怕的不是科米这个人被定罪，更怕的呢，这个相当于是开启一个这种清算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步伐，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科米要被查，那么接下去大家就会问说，因为前两天这个加巴德提出那个报告里边说的很明白嘛，就是当时干涉这个大选的，就是要去给川普定一个通俄门的这个罪名，那不是类似科米或者类似这么个人做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一个这个我们说当时的奥巴马的内阁。他整个干的什么，包括 CIA 的局长啊，包括这个什么这种情报总监呐，包括这个拜登好像本人也参与了，对吧？包括这个奥巴马，就说这奥巴马真正是应该是个指使者，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很担心说
科米这相当于是一个这种我们说整体防线的那么第一道关。这个打穿了之后，下边的稀里哗啦的这个整个会一个个被揪出来送上这个法庭，这个对他们来讲最可怕的。因为在过去，他们对川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猎物，就是政治迫害。他们在搞这种政治迫害的过程之中，有很多人都已经过线了。很多人，所以就包括刚才就是秦鹏兄提到这个，就是加巴德已经把这些文件都公布出来了，而且奥巴马政府他们，而且是当时民主党自己做的，就那个叫什么西夫。就是那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当时他负责人对吧？Adam 西夫，他做的这个报告只是后来给压着了之后，然后呢，那个加巴德现在把他的现成的报告拿出来说，他们这帮人参与了。也就是说，他们整个设计这个通俄门这个一个陷阱，这个是一个构陷，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犯罪行为。光是这个案子，你都不知道多少人要认真去追究，多少人要得进监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觉得 Comey 这个一起诉。对很多人可能他的确是有这种叫做寒蝉效应，他一下觉得说，那下一把他要再追过来，你 Comey 只不过就是一个叫做撒谎嘛，就是没有做了个不实的陈述，这个罪名很轻的。你要说那些构陷像通俄门这些罪名你要追究起来，很多人可能要坐着一辈子待牢里了，或者是这样一种概念，他当然怕呀。对，我觉得哈，这个叫做起诉他的2个罪名，你没法说他是政治报复，为什么？因为他在国会宣誓啊，我不说谎，然后接着他如果说了谎，这是一个常识判断。对，在国会你有什么政治观点都不影响国会的这个宣誓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我基于这种叫做被惩罚或什么类似这个话，就是他知道说假如撒谎是要那是违法的 perjury， 对啊 perjury 重罪啊重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个科米挑了2个最轻的东西，而且无处可逃的一个东西。你宣誓说谎，然后最后证明你说谎。那川普有宣誓说谎，然后被证明这个说谎吗？没有这样的 case 嘛，所以没法比。其实我在那个 X 上有个这个网友在跟我辩论，他说你这不是搞政治报复。我把他的问题端来在这个地方哈，我当时回他说这件事情实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哪有什么 issue 啊，对不对？你这个一个人就说我不说谎，发誓不说谎，然后说谎，这需要党派观点才能判断出来嘛？对，所以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川普他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起诉呢，也是在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把司法武器化、把司法政治化来搞政治猎巫的这些人，你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有责任的。他是在纠正这个东西，纠正司法武器化，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做了这么一个起诉。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起诉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其实冰山这一角。对，反而说，我觉得哈，如果这个司法部不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反而是很不像样，就变成说滥用司法权力，然后没有后果，啊，就出于宽宏大量。那根本不成立的，对，就像这次嘛，这次我觉得像那个艾瑞卡，对不对？他说我原谅这个杀手，你的胸怀确实很宽广，但是你不是执法者，有个执法者叫川普，他说对不起，我不会原谅。这2个，对不对？这都是对的，2个人全是对的。这俩也不矛盾，因为按照圣经来讲，这叫凯撒的归凯撒，这个上帝的归上帝嘛，对吧？就说你个人可以基于上帝的信仰，你去原谅他，但是呢，这个我们说执法者凯撒这边是可以基于法律去严惩的，这个不矛盾，对吧？好，那这样吧，我们下面往下走好不好？我们讲一下这个，我把它叫做 TikTok 放飞 TikTok。那以前我们内部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啊，争论过很多次，这个 TikTok 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放飞？因为照道理，习近平应该是他点头才能放飞的。那看这个样子，好像是放飞了。这个肯定过程当中，基本上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幕后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把这个 TikTok 放出来？你们怎么看？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实际上是个政治原因。对于习近平来讲，其实川普拿住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要的东西。什么？习近平非常的渴望着跟川普见面，渴望着跟川普的话呢能够打电话，然后呢在这个国际上说，你看我又平起平坐，一起来决定国际大事，给这个世界指明方向。特别我们又讲到说，这个习近平在过去的1年当中，他其实是政治地位在国内这个是很不稳的，所以的话呢，川普给他这个面子，其实是相当于在救他。你是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相当于一根稻草，他得捞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因为川普弄的事儿也特别简单，说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 TikTok 问题。其他问题我们慢慢谈，
我现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不会跟你再见面的，对吧？我不会跟你就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一个这个叫做很帮助，但同时也是个很大一个威胁。如果你这个事情谈不成呢，对习近平来讲，你说，他的这个权利怎么去保障？他在这个所谓的世界影响当中，所谓的这个跟美国去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国际地位，怎么去保障？对吧？特别中共这个体制下，我们知道，如果你摆不平美国，这就相当于整个在党内是没有任何威信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他就肯定会掂量这个事儿。所以最后来讲呢，他只能答应说，那把它给卖掉吧。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来讲，习近平都是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我还真说实话，我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同意。非常欢迎你很不同意。我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TikTok 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已经披露出来它的卖价只有140亿美元，这个让几乎所有人都跌碎眼镜。因为最初我记得就是在说双方要谈，川普说要买下来是吧？这个怎么地的时候，曾经有还是比较严肃的媒体，他们还是一些专家他们的估价。估的最高的一个说，这笔交易可能要达到3000亿美元。没，3000亿是指那个字节跳动整个的这个市值。美国业务本身的话呢，我们想说，在川普第一次谈的时候的话，是可能说有可能高达100亿美元，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市场公允价格在多少钱呢？300亿到350亿之间。但那只是美国，那就是指美国业务啊。TikTok 海外就是没有，他现在讨论的也就是入股美国的这个美国公司，对，他并不是说入股美国。但是你想，这个140亿，就即便是这样140亿，也是只是过去那个大家通行认为估价的一半都还不到，就是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低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我看到的是，尤其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算法问题，就是因为最核心就是算法嘛，算法究竟给不给美国这边？算法我看到的呢，至少比较可信的，因为这部分双方的说法都是有一点点模糊，我反复去挖了，就不管是彭博社的报道还是好多这些报道，我觉得得出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结论，应当是就是中美双方谈的，就是整个这个算法主体的。还是由这个字节跳动，它其实它不会把这个算法整个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的知识产权或者叫什么，它的源代码，所有这些什么架构，所有我全部一点不剩的全部都给你美国，它不会转让。但是呢，它名义上说是授权，授权的意思是什么呢？把在美国这一部分公司、美国范围之内的这一部分的这种算法呢，是可以交给美国，授权给美国，美国是可以进行修改的。美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来进行这个确实是这样子。我看到那个，其实在周五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财新网其实报道过这个东西。就是他讲说这个这个架构，就美国业务架构的话，它相当于变成2个东西。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字节跳动本身它会去负责这个商务部分。对吧？什么这个电商啊、品牌呀、还有这个我们讲说和国际业务的这样一个连接，对吧？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第二个呢，它是要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的话，恰恰就是谁来主导这个什么甲骨文是由美方主导的，美方的主导他来去负责呢，这叫做数据和算法以及推荐。结果的话，后来你知道特别发生了一件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财新网把这个文章给删了。对，所以说明这个事儿的话，是真的。但是呢，中共觉得这个答应了这一点，他觉得有点丢脸，所以他把它给删了。这个就是我说的接下来说的重点，就是这个 TikTok 到目前为止所谈成的交易这些条款，所有这些信息，我的判断就一个结论：中共下跪了。中国真的是下跪认怂了，他把这不但是 TikTok 这个东西这一部分，这是在美国这一部分他卖给了美国，而且是实质性的在算法这些最关键的领域，他基本上是让步了。虽然为了面子保留一下，说是我们做什么电商啦，做这些部分是由我们来主导，商务运作那部分是他的，这一部分是由他来这个主导。这个没关系了。但是美国关心呢，因为就只是2点，第一就是我用户的数据。你不能得到，这个是事关我的国家安全，我的国民的这个信息安全。第二，算法它直接关系到就是你这些内容的推送，就有可能涉及到你的这个意识形态，你打这种信息战啊，是吧？你打认知战呐，打舆论战呐，这部分它这个需要掌握在美国手里，不能让你来给我推送一大堆的你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些东西。说白了，
美国就只关心这2点，那我觉得这2点基本上美国是已经达到目的了，是由美国这边美国公司来掌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就觉得说这是基本是中共是完全是一次下跪的行为，一次认怂的行为。大家会带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背后就恐怕不是，如果说按照很多观点所认为的，习近平依然是他在就是大权在握，定于一尊，是吧？是他在亲自部署。像刚才这个秦墨兄也提到了，认为他是在亲自部署。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这样做的，因为习近平以他过去的这种惯性，在针对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强硬的。过去你看他一度那个时候放的话是啥？我们哪怕就把美国公司给关掉，是吧？在这个缺口我都不会卖给你，绝对不会给你的。为什么突然一下他会现在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弯，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转弯嘛，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习近平的，就是有一些地方相同的，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在过去的1年多是受到威胁的。他本身在直接出面去负责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涉及到说，你如果坚持，那你的这个地位你根本就美国不会保你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来讲还更可怕。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真正的原因，出现这个结果，它的原因其实是习近平已经无法主导了。这件事情并不是习近平主导，我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在我看来呢，这一次的中美谈判，你看这个其实何立峰基本上是挂个名儿的，真正最主要谈判的是这个李成钢，对吧？李成钢一直是你看多次跑到美国来，都是李成钢具体负责谈判的人。这个李成钢其实是温家宝的旧部，你查查他的履历你就知道。不是那个谁呀、这个何立峰其实也主导不了东西。何立峰懂什么外贸啊？对，所以李成钢呢，在我看来，真正这次中美谈判的最核心的人物，其实恰恰是应该是李成钢。而李成钢，我说了，他是温家宝的，他的温家宝的旧部，所以呢，李成钢他究竟谈判回去，他是去向习近平汇报，还是向温家宝汇报？我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这是我个人看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恰恰这个中共的下跪和认怂，恰恰是一种间接的信号和证据，显示中共现在高层他们已经在开始放弃过去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放弃过去要和美国要打对台、要东升西降的那个战略，他在开始进行调整，开始转弯了。这个 TikTok 的这个有一点，我觉得咱们这个意见应该是一致的。中共是下跪了，这个我们应该是一致的，对吧？至于说这个背后的弯弯绕是谁主导这个下跪，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讨论。对我说下，我看到哈，中共那边呢，我就不评论了，我不是那么熟哈。但是我觉得川普在这个中间呢，他的谈判的策略。我觉得他确实也是展现出他谈判的一个能力，因为从就是报道的各个片段中，我能看出来，川普把这个事情当做了一个，就是谈一切都不要提，就谈这个，谈完这个才能谈别的。对，至于说那个背后是什么，是这个10月份去访华，明年1月份去访华，管它是什么，我觉得川普一定开了很多条件，然后说那些东西都不能谈，只能谈完这个，你要谈吗？谈完这个再说别的，就是把所有的火力、所有的压力集中在一个单点，形成一个单点突破，最后就做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没错。所以当然了，背后的原因你说是习近平屈服了，还是习近平他也不掌权了？那我觉得是另外一面的事儿哈。但是从川普这边，他在交易上的艺术，他确实非常非常锋锐。对我觉得这个交易其实是个非常成功的交易。其实它的成功交易还不在于价格。因为现在的这个价格这个细节我们没看出来，就是到底是比如说是剁价280亿，然后的话美方新入股的占了一半嘛，对吧？140亿，还是说整个这个美国业务多加140亿？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不清晰的。但不重要，价格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讲的话，这个业务，我认为美国业务至少值500亿美元。那么，你不管是280亿还是140亿的这么个价格获取的话，都是个赚了大便宜的。反正就是赚嘛。没错，都是赚。更重要的还不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其实是美国的话，相当于重新把这个1.7亿的年轻人的这样的数据，这个安全，对吧？甚至将来说影响到美国的整个的这种下一代、下一代的这样的这种价值观。这个最重要的这种阵地给拿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交易。哎，那你怎么看？金源你怎么看？李强现在在纽约来访问，包括就是中美关系现在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中美关系，我觉得现在是处在一种，我个人看法很简单，就处在一种相对停止和观察的状态。这个重点是处在，你会发现现在中美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性的这种进展和动作。尤其是中美之间这个贸易谈判啊，一直在延期，2次延期了，
任何的不给你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唯一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刚才你提到说 TikTok， 这个算是唯一的一个实质性结果。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在不断的往后延？双方都谈这么长时间了，川普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宽大？对，之前是哇立等不下的，你到时候不起我不那个的话，是吧？我关税我就给你加多少？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就跟刚才我提的这个因素是密切相关，因为美国这边一定是已经察觉到了中共高层他们已经有点异常不正常，所以他现在我要等着你水落石出以后，你看川普把他要访华，之前不是说他原本是说今年之内访华，也有说就是什么等 IPEC 峰会之后就要敲定，就可能要访华，他现在直接推到明年再说。明年初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明年初是啥概念呢？所以呢，你都不知道明年，也许可能要等到2个会以后，因为你按照中共这个，就是可能大家现在都看到，现在坊间都在传闻嘛，说这个4中全会有可能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窗口，对吧？观察习近平的权力还在不在。如果习近平有可能他要真的要下台了，比如他没权力了，我们先说假如吧，他没权力了，那么他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2个职务肯定是要在4中全会上交出来，但是国家主席不会。国家主席不会，因为国家主席他4中全会是党务系统的会议，他不会涉及到政府系统的那个职务。国家主席是政府系统的职务，所以他即便习近平他要完全下台，所有权力全部交出来，他那个国家主席的职务至少也要保留到明年的2会3月份。那个也是政府职务啊，叫做国家军委主席。你虽然叫一块牌子就是2块牌子1套人马，但实际上那也是对，他是叫做中央军委，就是党务系统的这个军委主席和那个国家军委主席是吧？他是2个职务，其实1块牌子，就那个职务再加上他的这个国家主席的职务，按照如果说他要交权的话，他也要保留到明年3月份开2会的时候才会交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奇怪，说怎么习近平居然不是有放出风来吗？而且韩国这边也是官方证实了，说习近平要去出席那个10月份还是11月份那个 IPEC 峰会，而且要这个峰会有可能要和川普是不是还得碰个面啊？川普还跟他打个电话，很多人说你看他这不是国家主席职务还在吗？他还要去出访啊，这一点都不矛盾。OK， 就是这是2回事儿。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现在美国，你刚才提到说现在中美之间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川普政府应该是把和中共所有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所有这方面的重大的实质性的交，他全停了。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它是一种观察状态。我等着你先把自己内部搞清楚了，你们水落石出以后，我们再说，再定。我必须要搞清楚你们究竟是谁拍板。现在，对你可能这么判断哈，我的解读我不是很 sure，但是我知道中美关系互相之间交缠的非常的绵密，其实是撕裂不开的。但是呢，我觉得川普对中共的态度看的，我认为是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就是绝对说这不是个善类，我将来一定要跟他分道扬镳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一个过程，逐渐的，比如说自己稀土起来啊，在中国重大的企业就是往外撤呀，包括台湾的这个安全隐患把它解决呀，等等之类。我说台湾的那个台积电的这样的这个半导体的安全隐患把它解决，到一定时候，我觉得当川普再也更加少靠中共的时候，川普会来硬的。我认为我认为是他现在的整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太复杂了，特别是这个科技、人员、我们的经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是摆不脱。他现在没法脱钩。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川普今天寄出的关税现在3个关税，对不对？一个是制药从8月份开始说，对不对？这是川普的一个大政策，这就是觉得美国的叫做顾客来资助全球的叫做什么来着？医药开发，这是不公平的，这我们都知道。但是第2个叫 home goods 家具，第3个是重型卡车。我去查了这2个东西最大的进口商就是2家，一个叫做这两类商品全是中共。当然前者这个进口家具确实是中国跟越南，但是大量的越南的家具商全是中国的企业跑去的。对。那墨西哥虽然它是巨无霸在那个重型汽车350个，对吧？350个亿。那么而墨西哥的中国已经是6家大型汽车已经早就进去在那开分厂了。然后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来？汽车零配件重型汽车零配件进去也是进去一大批。所以因为墨西哥有多少这个叫做什么重工业能力嘛，全部都是美国的汽车厂跟中国的汽车厂跑去在那生产，所以就打下去，打的就是那2件，打的就是中共，2件事情打的都是中共这边。所以我觉得川普对这点事情，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威胁，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再说习近平是我好朋友，金正恩是我好朋友，他要安抚这个你别闹我需要时间。
所以，但凡谁在川普口里成为他的好朋友，那边都得抖一抖哈，因为他从来不说这个欧盟谁是他的好朋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其实就是上一次疫情的时候呢，吃了一个大亏。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他也有印象嘛，美国还别说什么呼吸机，连个口罩都造不出来，都得要去向中国那边去要求要进口啊啥的，弄得他准确的讲是美国企业在中国造的口罩，对，结果的话，中共那边还被中共卡住。这中共卡的不给，不让他出口，不让他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是对他来说是叫做痛彻心扉。真的，我美国这么头号强国，连个口罩我都搞不起，我都缺。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教训非常深刻，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下定决心，我一旦要是上来，我要把这全部都搬出来。好，那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 TikTok 这件事情啊，对，我看好像没什么，你觉得要问我们观众朋友表达什么观点吗？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了。好，下面话题呢是一个常青的话题，我们其实想过很多次啊，都没有去讲。那么今天讲的原因呢，是国内的观众给我们的建议。我先念一下哈，叫社保，名义上是给自己将来养老的钱，可实际上你现在交了，马上就发给现在的老年人，这当然也是了哈。关键是中共有近1个亿的机关干部，这些人都拿的是高额退休金，可是他们不缴社保。那么他们拿的钱不就是老百姓的吗？一个1线城市的片警，退休金达15000块钱，这还不算高的。老百姓要交多少钱才能供得起他们？印钱呢？现在印怕了，怕通胀，所以不印钱，没有钱没有来源，方方面面都要社保，目的就是变相收税。全世界绝无仅有，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你看前几天我们不是前几天，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那个故事嘛，一个叫做什么重庆的一个法学毕业的女实习生，是吧？在社交平台哭诉啊，本来每月工资只有2500块钱，结果呢强制要缴纳社保之后只剩下700块钱。她说每个月我工作22天，每天收入就是30块钱，她要搭地铁去，要搭地铁回，还要吃饭，天天基本上没钱可用，处于一个倒贴钱上班。叫做花钱上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哭的小姑娘啊，哭的挺可怜的啊，大家看了都觉得很心碎，总而言之吧，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社保，我现在看到确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事情。我看到那个叫做什么，中共国务院的发展研究中心的原主任叫刘世锦说，现在机关就是它是3种社保，一个是机关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是每个月6000块钱，其实这是最低线了，其实有很多是上万的。退休城镇职工就城里人了哈，是3000人民币，农民养老金仅为222块钱，跟退休官员差距可以到上100倍，而且退休官员的退休金还在每年提升。所以因为这次嘛，他这个情况搞的是他要交社保，因为很多他社保他有个什么叫做什么缴费什么上限哈，缴费线就是现有工资的一个均值。但好多人呢没有工资，然后自己去打工，自己创业，自己开网约车，自己去干这些事儿，结果呢这些人是不算在里头的。结果就年年看着他那个算进去的那个数字一直往上涨，而且然后现在逼着他们来交，涨到很高啊！他现在对呀，这边穷的没有那个班上，才去自己去讨生活，然后那边呢，这个有班上的这个工资一直往上走，然后逼他们按照这个标准去交社保，这不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吗？所以我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哈，退休在家的人过得天天舒舒服服的，在外面拼命打工的人活不下去。这个国家不是一个自杀状态吗？So what the heck's going on here？ 这是中共不明白呢，还是明白不想改呢？他当然还是改不了呢？我想纠正你一个说法，我先纠正你一个说法。他不是说退休在家的人都活得舒舒服服啊，不是所有机关干部，我觉得是第一类，是得他们机关干部在体制内的，他们那些退休在家，他是可以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其他的人不是这样。企业的也还行，其实现在只要退休的好多活的还都可以。对，但是这个国家这不是倒置吗？没有，我倒有一点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是叫毁了国家，对吧？但对中共来讲的话，他关心的不是国家。关心的是他呢这个政权稳不稳定。你知道对他来讲的话，最可怕的、最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是什么吗？是这个整个他的这些这个什么机关的、事业的、什么国营企业的这帮人，假如闹事儿，对他来讲那才麻烦太大呢。就他的基本盘起来反他，
哎，没错，这帮基本盘这帮人他太了解中共了，所以中共的这个什么机密或者各方面信息他也掌握，这帮人在下边去，这个也懂得中共官场那帮斗争方法。你这帮人在下边要闹，这个对中共来说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联合国一样，他不是真为联合国好，但是要把联合国的领导搞定。没错。这个他不是真正为中国好，但是要把中国的他的核心的他的部队要搞定，他的基本盘搞定。对。哎呀，不过这弄起来，你觉得中共不知道他的下面的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吗？这个他当然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强制社保，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已经闹得非常厉害了。对对对。9月1号开始，它真是强制的，强制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因为有些人已经交不上社保，就是我刚才我就不交了。我以前交了社保，我甚至我都认栽了，以前交了社保都不要了，我现在开始不交了，不行。你如果说不交社保，你的孩子都上不了学。你看现在所有学校都是这样子的要求，对啊。小孩子来上学，必须要求你要带着你父母至少其中一方缴社保的那个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你回家去你是不能上学的。他其实相对这就是一种，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绑架，一种人质。他把小孩子的教育当作他的绑票，然后用来勒索你。勒索这个家长，勒索这个家长，你必须去交钱，必须交社保。你就从这一个行为，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你可以一眼看出来，他这个社保的本质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你全民的福利。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它是一种福利。是为了照顾你，就是将来你人老了以后，或者是什么一样情况下，反正总之你失业了，或者是在各种情况下，给你有一个最起码的保障，它是起这个作用，是起到社会减震器的作用。中共这个不是，中共这种强制社保，它真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我非常赞同，就是那个大陆朋友的他的这个看法，它是一种税，它是在收税。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福利和这种社会保障，因为谁都知道，中国那个强制社保它是分为最后那个社保是多少年？是到因为之前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报道，而且还是专家他们来评估的，说中共的这个社保亏空，它这个可能最后破产就是到2035年，可能最后我觉得那是前几年说的，2019年好像什么时候说的。现在熬不到那儿了，现在已经熬不到那个时间了，因为你经过了3年疫情，又经过了现在这个什么这种叫做折腾这些民营企业，对吧？什么一张这个A4纸打烂一个行业，对，那现在已经完蛋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社保是啥呢？他现在为什么要强制收这个社保？这就是非常标准的叫做竭泽而渔，或者叫做饮鸩止渴。没错，对。他根本就顾不了说5年后、10年后咋回事了，他现在这个坎迈不过去了。我先活着再说。对，我先管他3七21，我先无论如何现在先把这把钱收上，因为他现在社保本身亏空已经非常大了，现在经济已经非常就是难堪了，弄不好可能马上就随时要掉下去这种状态，所以他赶快先搂一把钱上来，我先把现在目前眼下先稳住，先把这个难关给过去。也就是说，对交社保的人来说，他们如果说他们不太明白，很多在大陆人他不了解这个严峻，他还就指望着说我交了社保，可能 OK， 我10几年20年，我现在再苦一苦，再勒一勒裤腰带，我以后我还可以把钱拿回来，你休想。这钱到时候中共他这难关他就即便是过去了，到时候他就像当初那个生孩子一样，是吧？过去说是这个要少生，现在一夜之间翻过来要求你多生，那个政策一下子就可以翻过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翻脸的。一旦翻过来，所有之前那些政策全都不算数，你之前交了钱你自己就认栽。我觉得也就对，最终结果也就这样子。就是在我来看的，中国社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庞氏骗局。对对，那庞氏骗局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懂，对吧？就是说是借新还旧，依靠着后来者的话，在那不断的上供，不断的交钱，然后最后把你前边的给你补上，前面补上，最后的话呢，在什么呢？实在补不上的时候断了，那就崩盘嘛。对，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庞氏骗局。那中国这个也是一模一样。对吧？一方面来讲呢，你其实在过去的这个老早那帮退休的人，其实是不交钱的，对吧？按理说政府应该把这部分钱补上。我前几天的时候，我还跟那个清华那个校友，他也是学经济的，就跟我讲，他说应该是拿那个国有资产来补这个漏洞啊，因为你当时这个在刚刚开始推行这个社保的时候。那时候的话，这是相当于那么多年，这些帮人是给国家也好，给这个国企也好，反正反正做了贡献了。你等一下，你说这个话题，我插个话啊，因为我就看得很有感触啊。讲四川有个农民，这个农民是81岁，叫朱吉成哈，他是1953年，他就是个青年农民嘛。
就开始按照政府的规定叫交公粮。对呀，那是叫农业税嘛，按人头分土地，然后交公粮。他交了52年，交到2006年，这个农业税免除。他现在是81岁了。每个月领社保是185块钱，然后呢，这个月收入不足这个退休厅级官员的1%。他有这么个问题哈，他说我交公粮交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现在比不上吃公粮的人，他的社保就这要配合你这配得上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哈。对，所以就说他们亏了几十年，没错，完全没有补偿。对呀，然后应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应该拿国有资产来把这个当年的这个窟窿补上。就这么简单，就是国有资产来讲的话，这有几百万亿吧，这个钱拿来补这个。你在劝中共挖他的肉来喂这位81岁的老先生？不，你既然你讲这是中共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啊，你说这叫国有资产对吧？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叫党产，因为他实际上是把它当做这个党的这个私有资产。但是呢，既然你说这叫国有资产，那你把这个国有资产拿出来就填上这个窟窿了。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对吧？再有一个呢，当时这个前几十年的时候，中共官员也一分钱不交的，对吧？这个中国其实一直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保的这种可持续性问题，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叫做双轨制问题，就是中共这个官员和体制内的这帮人的话，他其实是一直是拿了最高的钱的，最早的时候是不交钱拿钱，后来的话呢是这个。拿的钱是最多，把这个相当于是大头的东西，就70%可能70-80%的这种社保钱，他们给拿走了。就以前是吃公粮，没错，现在是这个吃退休金，吃退休金嘛。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不公平。所以台湾，你看后来为什么叫这种军公教的这种改革，其实他也是把这部分人的这种过高的退休金砍掉。然后匀给更多的什么农民啊，或者那些普通的这种企业的这帮的这个人的退休金，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例子可以用的。那台湾能砍，为什么中国不能砍？这就是我们说民选政府和这种叫做独裁政府的区别嘛，不就这么简单吗？我们自己问自己这种很傻瓜的问题哈。不，这应该这么问，因为这就是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对吧？只是好多人根本不往那儿去想，只是想我这个交给国家了。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你这个交给了谁，根本也没搞懂。因为在正常国家，你交的这个之后的话，其实你的账户上是和你的钱这个是直接对应的。对吧？将来说你有1分钱或者有多少钱，你的这个账户上多少，甚至退休的。中国有吗？中国有这事儿吗？中国没有了。是社保有个账号。以前有段时间是有的，现在的话那个是一锅粥了。统一的话就进了这样一个大池子，然后由党来分配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你也那个即使给你个数字，但实际上你那个账上1分钱没有。所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在线上看哈，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我相信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啊。那么我问问大家，这个9月1号已经过了多少？快1个月了。他们执行起来有多严厉？我是这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正给了钱像收税一样的，给了钱以后也拿不回来，对不对？但很快就破产了。现在好像现在去年就补了这么2.4万亿进去，填那个坑已经没钱了。那是不是应该就是想方设法不交呢？这是不是好主意？因为毕竟最后告还是告企业主嘛。作为老公来说，想方设法就是不交，反正交了也白交，是不是应该这么看？对年轻人来讲啊，我觉得其实你想方设法给老板或者给多要点能够用的钱算了，我还是这个看法。什么意思啊？交还是不交？年轻人呢，就是年轻人的话，你多拿点现金可能会更好。就是不交就对了。几十年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子，根本就不可靠的东西。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就是接近退休这帮人的话，说实话是没办法的一件事情。好，那个我先回答一下，有这个江红说，希望石山好好休养，养好身体。石山下个星期1就会回来。那高杰去哪里呢？上次我们在节目中开玩笑说高杰去海南岛买房子了，很多观众朋友就真的相信他这。Oh my god！ 我在以后这个开玩笑不能够，开玩笑显得比较像开玩笑哈。对。高杰是出差了哈，所以不在这儿。所以他高杰也是下周会回来。对。好，这样吧，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话题，那说之前我们先说个广告好不好？好的。很快说一下哈，大家看到这里面前有一个红海参的这个盒子啊。红海参看上去这个样子啊。
这次我们出游哈，很多人这真的非常的疲劳，因为行程非常赶啊。结果有一个观众朋友真的是这样啊，他晚上睡不好，结果他吃红海参吃了2天之后就睡得很好了，所以他的修复能力啊，他的这个叫做补啊，这个补细胞啊，各方面都非常棒。我真是每天早上跟晚上各吃一个哎。好像金远也说过，你家人好像吃了也是有好的感觉，是吧？它这个红海参呢，最主要是对，至少我知道的就2方面的这种作用非常好。一个呢，它是降这个血压。哎，我的很意外，他居然对这种高血压，甚至很多是顽固性的，多少年，因为长期吃降压药，他吃时间长点他会赖药的，赖药那个效果不好，这种案例都有，就是他服用以后这个血压居然降下来，所以这个家属都非常惊喜，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还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作用。一个就是他对这种修复的，就是你刚才提到这种身体的修复，他这种修复其实是全方位的，不光是说是你受了伤，很多人说我没受伤，我也不需要这个修复，好像不是这样子。像刚才这个方伟兄所提到那个例子一样的，他这次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旅游，那个车上我至少听到有2个这个朋友都说了，一个呢他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行程都安排的比较紧，是吧？晚上往往都是很晚了才到这个酒店，然后他就感觉说自己要是睡不着，他服用这个以后，感觉一下就睡着，而且睡得很沉，睡眠质量非常高。还有一个是那种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择床。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睡自己家里的床睡惯了，一旦换到旅馆，换了一种床，换了他就睡不着，睡不着。好多人都有这种毛病。对，都有这种毛病。他也是说，他一吃了一个之后，他就发现怎么3下午2下就睡着了，睡眠非常好。所以呢，这些反馈了，其实这些作用呢，在我印象中是这个厂家都没有给我们，没有给我们提供的，但都是来自于是我们吃下来之后真正发现的真实的反馈。对，好，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款能够帮助修复身体各个方面哈，包括手术之后啊，包括创伤啊，以及说提高免疫力、降低血压的保健品，那么这是来自于韩国济州岛的红色的海参哈，海参修复饮也很好吃，这个凝胶一样的，值得试一下。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早就断货了，其实8月份就断货了，但是9月底就可以发货啊，所以现在订就正好合适哈。中国大陆也可以随时发货啊，或随时订，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好，这样下面讲个话题哈，就是讲个话题，这个秦鹏最后出来的，我还没跟你们先商量，就先扔出来再看好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俄罗斯要帮助中共从那个高空训练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伞兵营是不是啊？两栖营，两栖作战，能够从1万多米什么丢下来，这飞机看不见，能丢下来，能够这叫什么？在空中飘80公里之后飘到那个目的地。我看到网上就炸了窝了，我看的是英文的哈，那些老美就说。俄罗斯还有这本事，他自己怎么不用啊？所以我先说下这个新闻啊，这是《华盛顿邮报》引述泄密的文件披露说，根据一份价值5.8亿美元的合同，俄罗斯愿意为中共训练一个两栖营，并且为可能对台的军事行动提供装备。训练将在俄罗斯和中国举行。那台湾表示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做好应对可能袭击的准备。那因为川普这次不是在联大发言嘛，就公然说俄罗斯是一个纸老虎。纸老虎，对。你知道俄罗斯怎么反驳？你们看到没有？我看到了，他说他是 real bear， 他说我是狗熊，没有这个叫纸狗熊的概念啊，是真实的个性，我是真狗熊啊。那他有这个本事啊，我不知道你看的仔不仔细。我说什么1万多米丢下来都可以掉得很准确，掉到一个框框里头，那说明很精锐啊，精锐伞兵。俄罗斯有，为什么当初不把它丢到基辅呢？当时实际上是丢了的，当时是这个丢进人家的俘虏营里嘛。对，结果的话，其实本身是我们说美国帮着这个乌克兰，其实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结果他其实这个做什么准备？当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空降兵实际上是降落到了这个基辅的机场的。结果后来被击溃掉了。所以后来那个突击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没成功。再后来呢，当然就那个坦克一排好几十公里，然后去那个就多费了，对。当钢铁靶子哈。对。但是我觉得他要训练一个两栖营，一个营投到台湾有什么用啊？那不是给人家填牙缝一样，就是吃掉啊。他的难道主要目的我觉得应该是搞类似这种我们说特别任务和突击性的，投到总统府院子里。总统府院子我们去看过，对不对？对啊，好像投伞兵还可以投进去。总统府啊，或者是叫的这个就是类似那种指挥中心啊，或者反正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他去搞这种破坏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一种怎么说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课程一样的，就是这种课程，可是中共会拿过来以后呢，再去复制。再把它这个扩大，所以中共它因为毫无疑问，这个像类似这个消息啊，刚才提到这个消息不是第一次报。我记得在前不久的时候就已经有被是哪个媒体报道过一份，还是挺详细，比这个还更详细更多。就是俄罗斯和中共这边做了一个交易嘛，中共支持他打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他就支持中共打台海的这个战争，各方面的这个签订的合作的这个条款都有。最主要的的确是就是关于空降这方面，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他其实打的算盘说，将来这个台海战争一旦是开打，他可能是就是不光是说这个从海面上要这个登陆，是吧？更多的他可能考虑是直接空降。但是直接空降会带来一个问题，它就必须你得先要掌握制空权啊。你如果没有制空权，你空降个啥了？别人你制空权在别人手里，你的空降就全是活靶子，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不知道中共他们是怎么样打算，他们怎么样来拿到这种制空权？因为中共呢，它唯一打台海最大的本钱，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就是它有大批这种中程导弹，它可以用这种导弹把台湾的一些所谓的饱和攻击嘛，是吧？先把你的什么军事基地啦、机场啦、机库啦这些我全都给你炸完了，你的飞机都没用，飞不上天，那我的飞机就过来，我就掌控了这种制空权。但是我觉得他这是应当是有一种建立在一种有点一厢情愿，因为美国和日本一定是会介入的。如果美国、日本一旦介入进来，美日的空军的力量，我觉得恐怕不是中共是能够拿得下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在这个新闻报道之前，我说上一次的那个爆料，提到的其实还有更多，中共和俄罗斯这边会合作。它其实合作的最主要就是关于想要从俄罗斯那边得到一些两栖作战或者是这种空降作战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设备。中国都是没有的。我看它有些设备，所谓什么两栖这种37辆什么这种轻型两栖突击车，配这个什么30毫米或者是什么100毫米的炮，然后什么11辆这个反坦克自走炮，对吧？11辆这个是空降装甲运兵车，还有多辆这种指挥观察车、什么指挥车等等这些东西，它本身还这个软件硬件一块卖还。对，而且中共他想法一定是这样，就像当初那个引进苏-27那个战机一样，对，引进过来之后搞这个立项工程，然后马上就拆解以后，然后马上就自己复制嘛。我觉得俄罗斯他也非常清楚，因为这些像你刚才提到什么这个装甲运兵车啦，或者是轻型的什么突击车啦，这些它其实没有啥技术含量的，但是呢，就是可能在某些技术方面，中共可能是被卡了脖子，他觉得与其我可能花个5年10年，我也能把它研发出来，但是呢，我现在背不起那个时间了，我输不起那个时间，我现在就先给你买过来之后，马上把它给大批量的复制，就准备要开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初，其实说到你刚才这个新闻这个爆料出来。我记得当时是在就是俄乌战争刚刚才爆发的时候，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是大家就看到了，普京不是到中共去出席的那个就是北京冬奥会嘛，无上限对吧？对啊，那个时候是双方无上限。当时我做节目我就说，这一定是做了一个交换。一定是做了交换，也就是说，你这个无上限一出来，就意味着习近平一定会给普京这边有大力的支持，而他肯定不会是免费的，他一定要做个交换，就是普京将来一定要反过来支持习近平在台海开战。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那个时候的话，如果这个普京当时打的这种痛快，对吧？就是一下子这几天就拿下来，中共真的有可能开战。是，我觉得他们原来的计划就是没想到这个谁普京那么这个拉塔，对吧？这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开战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可能他们都非常乐观，认为说打基辅可能就是3-5天，最多1个星期，可能就能搞定了。拿下来以后呢，那俄罗斯这边就觉得 OK， 我已经实现我的战略意图了，然后我就全力以赴，我来支持你。很有可能就真的是按照习近平那个什么2027年，或者甚至更早2026年，他就要开战，然后他就要往这边去搞的。但是没想到现在。居然这个就是普京自己现在俄乌的这个泥潭里面拔不出脚来，他自己都不够用了，他都不够，他怎么还能够来支持你？才会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文件，他现在被泄露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要再来支持中共来发动台海战争，已经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个文件我倒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虽然这个我们讲说这次就是俄罗斯打仗打得很不顺利，对吧？也打得这种很纸老虎，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空降，然后的话呢，作为一种突击方式，这个在过去我们说，俄罗斯在过去打的几场其他战争都是这么干的，都是先空降，
然后的话呢，在最后再快速的去把这些什么国家领导人呐、什么等等这些东西给人家逮了，对吧？然后呢，或者先控制一些要害的，控制要害，最后把这个事儿就完成了。这个方面的话，中共虽然也鼓吹，但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空降从来不带设备的。中共的空降，中共的所谓的过去的空降的那些人，都是单兵，基本上是单兵的，就是下来一帮的这个重型装备，轻型装备，然后的话都下来这个开这个机关枪的这种打法，它不是一个这种说空降下来一个这种能够快速突击的一个部队，一个这种对。汽车的或者一个这种装甲车呀等等这个部队，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俄罗斯还真的是比中共要强得多。对，是。只不知道打起来到底怎么样，到时候还要看呢。打起来到底真打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他打基辅之前也是威风凛凛的样子，没错，对，杀气腾腾，一打起来就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叫做什么，就只狗熊一样。对。好吧，反正这其实在网上是个闹剧啊，我看到很多人觉得说啊，这简直是就他叫做打基辅哈，打基辅的那3天的经验教中共就好了。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那大家哈，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再重复一遍。那靖远开讲哈，鹏观天下，法网时间，还有早安中国的观众朋友，大家走之前不要忘了哈，就是点击一下订阅，好吗？同时呢，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就点赞，还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个星期一呢，高杰和石山都会回来。好，到时候会有另一班人马跟大家来这个继续我们的早安中国。好，那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就下次节目再见喽。好，拜拜。